08年金融危机，很多事儿本来巴菲特可以不让它发生，因为雷曼兄弟倒闭的前一夜，有人往他手机上留了一些语音，这些语音本可以改写历史，结果这老巴压根不知道怎么打开，没听到。他甚至把女儿喊来，问屏幕上那个一闪一闪的小图标是个啥玩意儿。可就是这么个连手机都玩不转的老头，马上就要变成美联储、华尔街大佬排队跪求的救命稻草。欢迎来到小 A 读书圈，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巴菲特唯一认可的官方传记《滚雪球》。上集说到，2004年苏珊离世，老巴在痛苦中宣布将85%的身家捐给盖茨基金会。然而他的身后事才刚安排妥当，2008年一场金融海啸就轰然砸下，雷曼倒闭，政府慌神，所有人都在等奥马哈出手。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老巴这辈子把毕生功力用到最极致的一战。要看懂他这一手有多牛，得先说说危机爆发前老巴有多不合群。2007年底，伯克希尔的股价飙到每股14万美元，市值突破2000亿，是巴伦周刊评出来的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巴菲特的个人身家也突破了600亿美元。混到这个段位，按理说该利用好自己的资源，把手里的现金都使出去，钱生钱，对吧？可老巴呢，偏不。2003年到2007年那几年，全世界都在泡沫里狂欢，美国房价一路上天，华尔街疯狂加杠杆，钱来得又快又猛，人人都在忙着赚快钱，谁不上车谁就是傻子。而老巴偏稳稳地当了那个傻子，看着身边人靠买房做多赚得盆满钵满，他愣是不眼红不上车。那些看不懂的金融衍生品他一概不碰，反而手里攥着几百亿现金，死死按兵不动。那几年没少有人笑话他，钱搁着不投，放在手里发霉，连通胀都跑不赢，这老头是不是又老糊涂了？平心而论，市场最疯的那几年，现金确实像个垃圾。可老巴心里呢，有一杆别人看不见的秤，在他眼里，现金是一张没有到期日的看涨期权。这话听着有点学术哈，我跟你们简单解释一下。所谓看涨期权，就是一张等以后跌了，能用超低价买入好公司的凭证儿。普通期权都有个截止日期，过期作废。可现金这张凭证永远不会过期，只要你手里有现金，你就永远握着随时抄底的主动权。平时他看着是挺没用的，还要贬值。可一旦天塌下来，最好的资产被恐慌砸到骨折价，没钱的人就只能眼巴巴看着，而攥着现金的你，能不慌不忙地掏钱，把它们一个个捡回家。这才是现金在危机里最大的价值。芒格说，真正赚大钱的不是在你买进卖出的那一下，而在于等待，需要你有极强的定力。他俩当时就这么揣着大把钞票，耐着性子等了1年又1年，他们在等一个所有人都慌不择路，而自己能从容捡漏的时刻。2008年，这个时刻轰隆一声来了。那这场史诗级的金融海啸病根到底在哪儿呢？说白了就俩字儿，次贷。那几年，美国的银行为了疯狂冲业绩，把房贷大把大把的借给根本还不起钱的人。最狠的操作是，他们还把这些有毒的房贷层层打包，套上一个漂亮的名字，当成安全的理财产品卖向全世界。这就很像把一筐烂透了的水果切碎，然后塞进精美的礼盒里，四处忽悠人买单。而这些礼盒被卖到了全球的银行、养老金还有基金手里。只要房价一直涨，击鼓传花，人人都觉得自己在发财。可房价一掉头，断供的人排成队，那些礼盒瞬间成了定时炸弹。而且最要命的是，谁也说不清这些炸弹到底被卖到了哪儿，藏在了谁的账上。于是海啸来了。2008年3月，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华尔街第5大投行贝尔斯登一夜之间摇摇欲坠，被贱卖收场。当时美联储紧急出面，又是担保又是撮合，才勉强把贝尔斯登塞给了摩根大通。所有人都松了口气，以为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可谁能想到，那才只是个开头。到了9月，2家房贷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被政府紧急接管。紧接着9月15号，真正的惊天大雷引爆了。有着158年历史的百年老店雷曼兄弟轰然倒闭。仅1天后，全球最大的保险巨头之一 AIG 也濒临崩盘。
美国政府被迫紧急注资800多亿美元才把它抢救回来。这一连串大爆炸把整个金融体系的信用瞬间冻死，银行之间谁也不敢借钱给对方，因为大家心里都有鬼，不知道对方账上藏着多少看不见的烂账。这就是最可怕的信用冻结，因为没了信用，经济就转不动了，企业发不出工资，工厂开不了工，整个社会眼看着就要停摆。9月底的一天，道琼斯指数单日狂泻777点，创下当时历史上的最大单日跌幅。恐慌像瘟疫一样在全球疯狂蔓延，那是连美国政府都快没辙的至暗时刻。财政部长保尔森急得当场给议员单膝跪地，只求放行救市款。可即便是政府，家底儿也快掏空，阵脚也早就乱了。后来政府痛下血本，掏出整整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又是注资又是担保，才慢慢把这场踩踏从悬崖边一点点拉了回来。而这场灾难远不只是华尔街大佬们的数字游戏，无数普通人房子被银行收走，工作说没就没，攒了半辈子的养老金一夜蒸发。整个世界都站在了又一次大萧条的临界点上，连高盛、通用电气这样的巨无霸都遭到了挤兑，账上的钱眼看就要见底，急需现金续命，否则随时可能步雷曼后尘。整个世界都在拼命寻找一个既有钱又有胆儿，还敢在这个末日时刻出手的人。可你仔细想想，有钱的未必有胆儿，有胆儿的未必有钱。既有千亿巨资，又有神级眼光，还敢在废墟里挑金子的人，放眼全人类，有且只有老八一个。找来找去，所有的目光最后死死盯住了奥马哈那间小小的办公室。这里说来也挺有意思，外面天崩地裂，你猜老八在干嘛？他那段时间依然早上6点多起床，慢悠悠地吃着麦当劳早餐，然后到办公室一页一页地读他的财报。别人慌得哭爹喊娘，他却像在等一趟早就算准了时间的公交车。终于，巴菲特等到了。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高盛身上，这家华尔街最高傲的投行，危急关头竟也低下了头向老八求救。搁平时，高盛的人眼睛都是长在头顶上的，那他们是如何找到巴菲特的呢？这要归功于一个关键推手拜伦特洛特。他的身份特别微妙，本身就是高盛的副董事长，但他同时也是老巴在华尔街唯一信任的投资银行家。让巴菲特来投高盛，这主意就是他出的。拜伦给高盛高层直接挑明了说，别白费劲了，要是没有老巴的招牌压阵，这笔钱根本融不到。那几天雷曼前脚刚倒，市场下一个准备做空的目标就是高盛。拜伦连夜把方案拿到奥马哈，老巴只花了1天时间就拍了板。可同时他开出的价码那叫一个嗜血和毒辣，除了每年10%雷打不动的利息，他还开出了一个条件，在自己卖出之前，高盛那几位当家人谁都不许私自变卖手里的股票，这就等于逼着这帮高管把身家跟他绑在同一条船上。更神的是后来的专访，有人问他，外面都血流成河了，你哪来的底气敢接呀？他答得特别坦诚，他说，要不是看准了美国政府这回一定会拖地，这1个星期我什么都不会做。他压的从来不只是高盛一家，更是吃准了美国政府绝不敢让金融系统彻底崩塌。2008年9月底到10月初，他先后给高盛注资了50亿美元，给通用电气注资30亿，这些资金成了这2家顶级帝国起死回生的续命汤。可你要是以为老巴是来扶贫做慈善的，那就太天真了。他签的这些霸王合同，后来在金融圈出了名，被叫做巴菲特条款，谁都复制不来。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些条款设计的有多狠多精。它分为上下2层，上层是10%利息的优先股。什么概念呢？意思就是无论公司是赔是赚，每年都必须老老实实的把10%的利息乖乖付给他。光是高盛这一项1年就得给他5个亿美元的利息，这叫退可守，旱涝保收。那再下面一层，老巴手里还额外攥着一个权利，叫认股权证，就是说将来他能用一个很低的价格大量买进这些公司的股票，万一危机过后高盛缓过劲儿来，股价暴涨，他就能用白菜价吃进，赚得盆满钵满，这就叫进可攻。你品品这套组合拳，跌的风险被10%的优先股锁死，涨的油水又被认股权证全部占满，这哪里是去救火哟？这分明是一笔几乎只赢不输的买卖。
但高盛还只能跪着谢恩，因为股神巴菲特的名字就是全市场最强大的信用背书。当他给高盛开出支票的那一刻，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告，高盛他死不了啦。果不其然，巴菲特前脚刚宣布注资，高盛后脚就趁势从公众手里融到了另外50亿。老巴用一己之力干了本该只有美联储才能干的事儿，当起了最后贷款人。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又要皱眉头了，说这不就是趁火打劫发国难财吗？还真不能这么说，因为在那个最凶险的节骨眼上，全世界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既敢出手又有能力救场的。他既给濒死的巨头续了命，给摇摇欲坠的市场稳住了信心，也凭自己的眼光和底气赚到了该赚的那一份。该出手时敢出手，敢出手时还能把条款谈到极致，这才是真本事。更难得的是，他出手那会儿，整个市场还在往下坠，根本没人知道底在哪儿。在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恐慌里，还敢掏出上百亿，这份定力比钱本身还稀缺。不过巴菲特也不是来者不拒的活菩萨，就在雷曼倒下的那个周末，上门求救的远不止高盛，巴克莱银行想拉他一起接盘雷曼，濒死的 AIG 也打来电话，说自己下周就要断粮了，求他拿几十亿过桥资金。可老巴翻了翻他们的账本，一看 AIG 那趟糊涂账几天内根本算不明白，于是干脆地回了电话，明明白白告诉对方，这笔账我看不清，这忙我帮不了。你看，同样是上门求救，高盛、通用电气他接，雷曼、AIG 他摆手，区别只有一条，他的子弹只留给那些生意没坏，只是一时缺钱，还肯按他条件来的好公司。好公司价格便宜，永远都是前提。不过投钱时冷血归冷血，老巴这人心其实是很热的。2008年10月，市场的恐慌到了最顶点，所有人都在疯狂割肉，仓皇出逃。美国要完了，世界末日要来了的声音铺天盖地。就在这最黑暗的废墟里，老巴在《纽约时报》上亲笔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硬气得很，就叫买入美国正当其时。他在文章里明明白白地亮出了态度，我正在抄底美国股票。他甚至还自曝自己那只从来只买国债的私人账户正在一笔笔换成美股，这已经等于亲口告诉所有人了，现在就是几十年一遇的捡便宜货的好时候，手把手教你投资，给大伙儿送钱。当然他也说了句实话，短期股市怎么走我没法预测，可放长到10年、20年，美国的好公司一定比现在值钱的多。怎么样，羡慕吧？是不是也想穿越回那些年，让巴菲特带你飞？可我想告诉你的是，就在他10月喊完买入之后，市场压根儿没买账，一路又跌了小半年，标普500指数硬生生又砸掉了1/4，一直熬到2009年3月才真正见底。那阵子连伯克希尔自己的股价都被腰斩了。所以你看，世界上最牛的人带你投资，如果你看中的是短期股票的价格，而不是资产真正的价值，那你照样会亏得爹妈都不认得，对巴菲特骂骂咧咧的，甚至根本等不到市场价值回归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割肉离场了。你亏一半，巴菲特赚几倍，哪怕你跟他买的是同一只股票，在同一时间下的手。那么这场金融危机最后替老巴赚了多少钱呢？先说高盛，2年多后的2011年，高盛把那笔优先股老老实实的赎了回去，加上期间的利息和后来兑现的认股权证，光是高盛这一单就让伯克希尔净赚了大约37亿美金。其中那张认股权证最妙，行权价才115美元一股。等到2013年高盛缓过来，股价翻番，他几乎没掏一分现金，就换来约1300万股高盛股票，白捡了约20亿。尝到甜头的他，2011年又用同样的套路，给深陷泥潭的美国银行砸了50亿美元，依然是优先股加权证。后来这一笔成了他这辈子最赚钱的投资之一。光那批7亿股的认股权证，到2017年行权的时候，账面就赚了约120亿美元。有意思的是，《滚雪球》这本书写到08年这场金融危机就戛然而止了，可巴菲特的故事还远远没有写完。危机平息后，年近80的他不但没有收手，反而撞上了一个甜蜜的烦恼，钱多到没有地方放了，现金像洪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进伯克希尔账上。
可他平时最爱的那些轻资产公司体积太小，根本喂不饱他这头越来越大的巨象。于是，这个一辈子都在念叨轻资产高回报的价值投资大师，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他开出了一生中最大的一张支票，去买了一堆又重又笨、回报还低的老古董。那么从下一集开始，我就来给大家补上《滚雪球》这本书里还没来得及写完的后续故事。我们下集接着聊。